经过上次影片呢，试驾了 CVFB 1.8那个，但是我就随便讲了安排 Mazda 3，这个安排，终于它来了。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测评，只是 POV。今天我要试驾一辆 Mazda 3 BL。那么你看它样子呢，其实长得很像 MPS， 有没有？其实它不是，但是它样子改了很像 MPS，Caliper 也换上 MPS 的。以后呢，这辆车就会改上 MPS 的 engine 还有压箱了。本集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车主呢，达令 ，Morning， 这是达令 ，Hello， 我叫爱的人，他叫达令。Oh my god！今天非常感谢你让我试驾你的车啦 ，Mazda 3 BL 2.0哈，2.0对。因为这个版本呢，我要找资料其实是很难一下的。当时2009年推出在 Malaysia CPU unit 的，这辆车是2010，也是 CPU unit 的。直到2011年的时候呢 ，Mazda 3在 Malaysia 就做了 CKD， 然后降价，就是便宜一点啦。其实也没有加太多东西啦，不像现在 Mazda 哦，你 CPU 跟 CKD 就得到很多很好的东西。当时有4个等级哈，1.6 Sedan、1.6 Hatchback、2.0 Sedan、2.0 Hatchback 的。所以我称后面这辆是一个2.0 Hatchback 的这个版本啦。你的车改了什么？我的车啊，改了，不要讲原装啊，不要讲原装啊。原装啊，那 body kit 只是加一点点，后面加一点点。那个叫原装啊。engine 原装，engine 改了原版样子咯。brake kit 装 MPS 的，然后其他的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了，只要你改了一个 rim， 我也就要改装了。OK， 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车有什么 ，Let's go。俗语一句话说哈，如果你看到马自达引擎盖上面有一个洞的话，就不要去惹它，那就是 Mazda 3 MPS。Mazda 3 MPS 当年的售价是180千左右啦，排气量是2.3公升涡轮增压引擎哈。因为当时呢 ，Mazda 跟 Ford 是用着同一个引擎，这具是一个2.0公升自然进气而已啦，它不是 MPS。Mazda 3还有一个大哥，它叫 MPS， 2.3公升涡轮增压，整个样子其实是很 sporty、很运动化的，因为它是短尾哈 ，Spoiler Sky Active 的，那 Mazda 3 BM 的 Spoiler 来的那个 hatchback 的，但是只要你是这里是后面是平的话呢，都可以装上去。整个外形呢，我没有讲不好看，也没有讲太好看，因为你知道现在最新的 Mazda 3 BP 的话是真的非常好看。但是如果今天4万块的 budget 的话呢，你可以去考虑一下这辆车。这辆车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点哦，你会看到这里一个 button 呢，但是现在不能用啦，你要先解锁你的车，按，就把后备箱打开啦，很大，给我来说真的很大。有一个已经减肥了的，超到要死。哦，很吵了喂，快点了，很吵啊！我要拍车了。这里是一个减肥了的备胎啊，我觉得放2个22寸行李箱都没有问题哈。OK 了，我们去 start up fake taxi。没有无钥匙启动，我一坐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仪表已经是变成了橙色，这是晚上的时候你会看到的。以前 Mazda 很喜欢叫 zoom 哈。这一代的马自达呢，已经是有自动雨刷啦、自动头灯啦。只要你买上2.0的话，基本上都是蛮高配一下的。6颗安全气囊，你要知道，想当年2020年呢，不是很多的车都是很注重安全气囊的，但是这辆车已经给6颗了。你要看 Aircon 的话，基本上都是要看这里5速的 AT 有加减，你还可以用 Pedal Shift。那这个 Pedal Shift 的话很奇怪哈，一般上我们的车呢，左边是减，右边是加，这辆车左右都是加 ，Down 呢就是按这2边。在这个时代来讲不是很顺手哈，因为当年这个 pedal shift 也没有讲，很多人很讲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一个设计概念呢，就会用成这样，左边还是右边按这里都是 up， 左边还是右边这里都是 down， 如果4个一起按就 screenshot。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开玩笑。cup holder， 这个就是它的遥控器，可以打开它的 valve。如果我们关闭的话呢？是关闭了哈 ，exhaust 也不会讲很吵，所以我就打开好了。这个自备架是可以打开。Cruise control on off set cancel， 那些音量button都在这里了。这个呢，应该都是控制这个什么的啊。
但是这个小小的 screen 就坏掉了。Mazda 3 BL 的一个通病，这一代的 Mazda 3应该都会有上一代 Camry XV40的一个通病哈，就是它的 dashboard 会变黏，黏了之后你就会看到这里开始裂痕啊这些来了，因为当时的可能用料啊不太适合马来西亚的这个天气哈，所以你看比较热会可能会溶掉。这把灯是坏了吧？你的放眼镜 ，Auto Dim Rearview Mirror， 蛮 high spec 的这辆车，说真的，上下前后都可以，没有问题。椅子类似 Semi Bucket Seat， 有椅背支撑，都是手动调节。这里是开油盖，这里是开引擎盖，储物空间。如果是 CBU Unit， 你会看到4个窗口都是 Auto Up Down。如果是 CKD 的话，只剩下 Driver Side 有而已。Cut Spec 啊，大佬。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几乎我的脚都碰到前面了的。头部空间呢，有1个拳头3根手指，还好啦，没有讲太小，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还有一个中央扶手，置杯架，看自动上下嘞 ，High spec bro。这一个轮胎已经换成了 Continental MC6 啦，215/45R17，这是原厂给的尺寸，但是因为它原装的 rim 的 JJ 不够粗啊，所以呢车主呢就换成了比较大 JJ 一点的，所以它会对这个 fender 比较对齐啦。Caliper 原装，但是如果你来到前方这里的话 ，Plug and Play 哈，换上了 Mazda 3 MPS 的大的 Singapore， 就换上了绿色啦，也是215/45R17 Continental MC6 的。这辆车有号码是为什么呢？当时马自达的 Club 呢就举办了一个 Track Day， 所以这辆车已经下过 Track 了的啦。Bizion 自动大灯哈，晚上这里还有一点小灯，算是很漂亮的。少哦。Ultra Racing Bar， 这是一具2.0公升自然吸气引擎啦 ，Double Overhead Cam， 所以它的这个马力呢不是很高，它拥有着145匹马力，在6500转的时候，还有182的牛顿米，要去到4500转这么高的时候才会爆发出182牛顿米的，因为它不是 Sky Active 嘛 ，Sky Active 的话高压缩比的话呢，你会看到它的马力啊跟扭力都会比较大一点，所以都是原装，没有任何改装哈。再看打铃哦，什么时候会装上 MBS 的 engine 跟压箱 ，Carbon Fiber。真的是蛮有高级感的。Mazda 做车都很用心，只是说那个年代的话，马来西亚的人很多都不会欣赏马自达，质感也是相当的不错。那我们话不多说啦，我们去试驾吧，好吧 ？Let's go。关门的质感 ，CPU man， 这一代的 Mazda 3就没有风琴式踏板了啊。这样子的避震是原装啊？原装 S-Over， 然后 Lower Spring。OK。其实这个牙齿的挡挂的话，我会觉得会比较安全啊。习惯的人都知道，哎，我现在是在什么档位这样子。马自达很奇怪的，它没有给你一个 button 来解锁或者是锁门这样子的。哇 ，Steering Direct 到 Hydraulic 啊！你是什么时候买的这辆车？大概2019年尾这样。换了还是原装的？哪一个换？这个换没有原装。哦，原装的。哇，我觉得 Mazda 真的，它给的东西哦，真的是很有诚意啊，尤其是它的 horn 啊，它都给到像欧洲车的 horn。如果你今天是开 Toyota 或者 Honda 这个年代的车啊，冰冰，没有杀气，完全没有。哇，你的车哦，在 Auto Mode 的时候还可以用 Pedal Shift 哦。Mazda 6不能呢，2009年的 Mazda 6 2.5啊，它是不给的嘞，神奇哦。买的这辆车来过了到来啦，有没有遇到什么头痛问题啊？先生？头痛问题啊，我暂时是没有什么遇到啊，有遇过就是压箱的电板那个吧，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它的所谓的压箱跟电板是怎样会出来？它怎样会出来？因为它压箱电板是在压箱上面 ，OK， 所以它压箱一直做工的话，也会热了嘛 ，OK， 然后那压箱电板会一直热，会慢慢开始就不漂亮了，然后它就会烧掉。它烧掉了就不会换压了啦，就是这样。就是它会保护着那压箱在3号，它一 start 车出一个 AT 灯，然后还会在3号压，一直给你慢慢加罢了。
然后就是 pick up 也3号牙。必搞也3号牙。我明白，我明白这个感受。我之前的妈妈的 Berda 呢，不懂是给谁搞到，也是修车佬搞到这个问题哦。我发现到它的 steering， 我是蛮喜欢这种蛮直接的 hydraulic 啦，就是它算很精准，所以有些人还会 prefer 这种 hydraulic 的这 steering。那是第一次买回来进家的时候，它的 steering 真的很爽哦。这样子除了这个东西之外，问题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大问题啊？其他的大问题，我是没有啦，我是没有什么遇到其他大问题啊，就其他wear and tear有啊，那种铆钉啦、引擎铆钉那些哦。4500转的时候才来力。其实它的牙箱哦，它不会像 Sky Active 的那个年代会给到换挡很快啊这样子，对，它是比较慢一点点。但是比我们家这个年代的 Civic FD 啊，当时是 FD 嘛，还没出 FB。FB 好像也是有10年。哦，如果讲 FB 的话，它的牙箱都没有这个快，这个还算快啊换牙。然后它的按下去的感觉啊，一按它就马上来，它不像它会 delay 一点点啊，这个年代嘛。如果你比 FD 的话，FD 只是慢一点的，真的。F 动机啊，我是讲，车身都蛮重一下，感觉到不轻哦，整个车身啊都很扎实。你是一般上打97还是95啊 ？MCU 第一轮 MCU 1.0的时候开始打97到现在。其实 Mazda 3的 segment 是 C segment 哦 ，C minus 啊，我不要管它什么 C plus 还是 C minus， 我都是算 C segment。有一个 comment 很奇怪啊，跟我讲 Mazda 3是 B segment，Mazda 6是 C segment， 我不知道他是哪里看的数据啦，给我们都是 Mazda 3都是跟 Corolla 还有 Civic 都是同等级的嘛。那我开起来这辆车的隔音哦，比 Civic 来的更好哎。它关掉那些排位比较一点。跑120的时候都不到3000转，所以它的这个 ratio 会比较长一点点。最高的极限哦，你跑过是多快？我加过是180不了，没有再上了啊。加过180，没有什么再上。吃油吗？这辆车？你拿去哪里就踩的话，应该280、280这样子哦。像我比较轻踩的话，也是330到350这样子哦。后面的朋友的马3 1.6的，好像也不是不错哦，他的力水。他每次跟我讲不可以，可以的，其实。OK， 1.6哦，当时是给 4 speed 的。啊，对。2.0才是给5 speed 的，然后2.0才有 pedal shift， 然后它那个4 speed 是没有，但是可是它有 manual mode 啦。如果要 convert 去 MBS 啊，很大工程嘛，好像锚定那些会不会不一样啊？一样，大概可以讲。80-90%都是一样 plug and play 吧。整个 half cut 要换，它是很少单卖引擎跟压箱吧，通常是整个车头，可以讲是整个车啊，然后是贴一半吧。它后面的油桶那些也是会给你的。大概需要多少钱哦？做到完的话，fully convert 到这。convert 的话，你不要再动什么引擎那些的，原装 convert 的话30-35。你这个manual mode 的话是fully manual 到完是吧？fully manual，就是到红线的它都不会跟你换压。有一轮我拉的，我不小心。踩到7000多，他都没有帮我换压，会比较明显。100，哇，那个声音 bro， 声音好听哎。啊，你2度换压是不是？啊。它至少有5 speed 啦，它讲都是它不会拉到很长。有些车你会听到它一度要拉很长，因为它车没有力。然后4 speed dashboard 啊不漂亮，然后我朋友就会手痒去剁那数字，这也就是我给我朋友剁了。第二帮呢是比较 OK 的，像 CKD， 我朋友那个1.6啊就比较 OK 的。Highway 的时候 steering 有点轻 ，hydraulic。如果再重一点、再湿一点的话，会来得更爽。只是它没有像 Sky Active 的时候，它给 rev mesh。你一按的时候就嗡，然后很顺，但是它的退压是蛮快的，反正我的所谓的蛮快，就是以当年的科技来讲，当然你比起现在的 Mazda 真的太爽了，现在新的 Mazda， 你会觉得它的 AT 哦，什么来的，就叫 AT 变这么像 DCT 的感觉啊。不过它整个桌子啊、视野啊非常的好，它的镜子很大，然后镜片也是很大。OK 啦，我还觉得 OK 哦，这个。
就是这辆 MyV， 刚刚它直接出来，现在也是直接出来，不用看的，我是闪它一下等它才看的。这海拉真的是西北招哦，真的是很会跑啊。那个阿弟也是很会跑啊。其实它 Battleship 蛮好玩的、你习惯了就 OK 了。一只手按哦，双手就左边按一下，右边呢，4力按就 Screenshot。没有试过。4力按就 NOS 来了。哇，那个阿弟真的不开玩笑，很快耶，他是1.8是吗？我在想。哇，那个MyV好亮，有。这个会不会提醒你叫你换牙的？不会，你不要 set 那个啊，我没有 set 那个。OK， 好，期待了。把这个马自达，虽然他当时没有讲叫人马一体哦，他叫 zoom zoom， 我也不懂他所谓的 zoom zoom 是应该是热血啊开到。期待他上山表现，因为毕竟这辆车它是一个2.0公升，它不是1.6，我觉得它的 power 都是应该很充足的。哎 bro， 哟 long time no see bro， 怎么你奶头是红色的？你看我一下子感觉它就会冲。要等你了啊！哦，你看看着我脸拍。我们是要去。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啦，请留守我的频道，我们这个 Part 2呢，就会把这辆车开上云顶了。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冲上野宵再见啦，拜拜。